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近期备受关注的快充充电宝，就是我手上这一个黑鲨55瓦自带线充电宝。黑鲨科技这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，凭借着游戏手机迅速打响名号，之后在游戏外设、音频设备甚至智能生活产品上面都推出过不少的产品。如今进入移动充电领域的黑鲨带来这款55瓦自带线充电宝，主打的就是快充、大容量、便携性。它的表现究竟怎么样？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，记得把一键3连、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来！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的动力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开箱这款黑鲨55瓦自带线充电宝。像这种自带线的充电宝，它的包装盒一般都是长条状的，盒子上面黑白两色的充电宝实拍的图片，这里是55瓦的标识，黑鲨的品牌 logo， 这底部是产品的标识，侧面黑鲨的英文 logo， 这边也是，背面是条码信息。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，这是黑鲨产品的一个宣传卡片，中英文的使用说明书，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。我们拿出充电宝，这个袋子是 CPE 环保材质的，整个充电宝黑色的主色调，绿色作为一个点缀，这个外观看起来也是一个赛博朋克的风格，表面也是层次分明的。这里是黑鲨的绿色的英文 logo， 背面则是黑鲨的 logo。这根自带线为绿色扁平的一根编织线，它是这样穿进去的，需要用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拿出来插在设备上就可以了，不用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拉上去，这就是当一个提手来用。这根自带线的旁边这里还有2个充电口，内部的折片都是黑色。充电宝侧面2万毫安的标识，这边则是黑鲨制造的一个英文标识。功能按键绿色，显示屏的话也是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充电宝连包装盒的重量是 407.5 克，单充电宝重量359克。这个充电宝底部的宽度为69毫米，高度的宽度稍微宽一点点，有72毫米。充电宝整体的长度134毫米，充电宝的厚度为26毫米。整个充电宝的设计，这上面宽一点，下面是稍微收窄了一点，应该是为了更好的握持。底部则是写的规格信息，产品名称黑鲨55瓦自带线移动电源，产品的型号为 BPB13 锂离子聚合物电池，电池容量2万毫安时，72瓦时，额定的容量是12000毫安，5伏3安的情况下 ，C1 口自带线输入功率最高20伏2安，40瓦。C1 口自带线输出最高功率55瓦 ，A 口输出最高功率30瓦，几个充电口同时使用，总输出功率为20瓦。大家记住这个能量转换效率，它也标出来了，大于 80%。这边是 3C 认证，请勿扔向垃圾桶，循环5年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充电宝的外观的话，做的还是很精致的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风格。我们就进入5次充电循环来测试这一个充电宝的整体的能量转换效率。这个充电宝新充电宝还有 80% 的电量，我们都把它放完了。5次充放电循环，我们用酷戴科的6号充电器来给它充电，用这个智翔的仪表，我们采集它的能量数据。这个充电宝第1次充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 66.75 瓦时，充电时间3个小时08分钟。它的自充功率是40瓦的，所以说它的充电时间长一点。这次电已经放完了，一共放出电量 47.41 瓦时，放电时间2个小时。为什么放这么久？就是因为这个充电宝它的过温保护设定在50度左右，45瓦的满功率放电，到了50度左右它就会停止，所以说这个放电时间就长了一点。这个充电宝第2次充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电量 68.36 瓦时，充电时间3小时12分钟。咱们前一次放电是用的20伏 2.25 安45瓦的功率放的电，我们这一次放电就是用15伏3安45瓦的功率来进行放电。这一次电又放完了，2次的记录叠合在一起了，我们要算一下，减去前面的充进去的 68.36， 得出这一次放出的电量是 47.40 瓦时，放电时间为1个小时。这一次45瓦的功率是一次性放完的。这个充电宝第3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去的电量是 67.53 瓦时，充电时间3个小时29分钟。这次放电的话，全程12伏3安36瓦功率一次性放完，放出能量 52.52 瓦时，放电时间1小时27分钟。这个充电宝第4次充电已完成，
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 70.64 瓦时，充电时间3小时15分钟。聚合物锂电池越充，它的锂离子活跃度越高，充进去的这个能量值就越来越高。这一次放电放出 56.56 瓦时，放电时间2小时07分钟，全程27瓦，一次性放完。这个充电宝第5次充放电已完成了。这一次充进去的电量是 74.60 瓦时，充电时间3小时18分钟。这次放电则是5伏3安的长时间放电。一共放出能量值是 59.56 瓦时，放电时间花了4个小时，总共放出的容量是 12,172 毫安。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12000毫安，我们多放出几百毫安，属于很正常的，这个充电宝也是不存在虚标。这个黑鲨55瓦的充电宝经过我们实际的充放电，我们实测出来它的转换效率，我们5次平均下来就是 75.6%。按照官方额定的72瓦时的能量值，我们再继续来换算出它的额定转换效率 73.4%， 这就是我测出来的这一个充电宝的实测数据。这个充电宝我们又一次把它充满了，这次我录制了一个完整的充电曲线，大家看一下，前面1小时20分钟40瓦的满功率在充电，后面的话就是逐渐的下降功率，完整的充电时间是3小时50分钟。这个充电曲线图有需要的可以截图啊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3个充电口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。首先是这一个自带线口充电协议的情况，有高通 QC 3.0 5伏9伏12伏 3.6 至12伏 PD 3.0 45瓦 PPS QC 4加PD 3.0 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是20伏 2.25 安45瓦。PPS 档位有2个，5至11伏5安和5至20伏的3安。然后这个 DCP 和 Apple 2.4 2个基础功率。然后这是充电宝 Type-C 口协议支持的情况，有融合快充 UFCS 33瓦。高通 QC 3.0 的5伏9伏12伏 3.6 至12伏 PD 3.0 45瓦 PPS QC 4加PD 3.0 点进去，它的固定档位跟自带线口的固定档位是一模一样的啊，20伏 2.25 安和2个 PPS， 一个5安的，一个3安的。然后这个 DCP 和 Apple 2.4 2个基础功率。然后这是这个充电宝 A 口协议支持的情况，跟 C 口一样的有 UFCS 33瓦的快充，这个很难得啊。然后就是高通 QC 3.0 的5伏9伏12伏 3.6 至12伏 DCP 和 Apple 2.4 2个基础功率。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一个充电宝的快充兼容性。首先从小米手机开始，这个是自带线口，已经启动了 PPS 快充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8瓦左右。我们再来看看它的 Type-C 口，一样的启动了 PPS 的快充，功率的情况跟自带线口是一样的。我们以这一个荣耀60来测试华为手机的兼容性。首先是自带线口，超级快充已经启动，真实功率的话在20瓦左右。Type-C 口也是超级快充，跟自带线口一样的，在20瓦左右。这部手机是荣耀300，可以显示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的话只有15瓦左右，它没有启动 PPS 快充啊，应该是走的高通的 QC。我们再来看 Type-C 口，一样的显示超级快充，功率的话也是一样的。这一部手机是蓝厂的设备，自带线口显示正在充电，真实的功率的话只有12.3瓦的样子。这一个 Type-C 口可以启动 vivo 的闪充标识，启动了 UFCS 融合快充，其实功率在25瓦左右。融合快充的话，它的功率是越充越高。这部手机是绿厂的 OPPO Reno 12，自带线口显示正在快速充电，实际功率的话13瓦左右。Type-C 口也是一样的，显示正在快速充电，功率的话也是一样的。这部手机是三星的 Note 10加，可以显示超快充电 2.0， 实际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。如果是新款的三星的话，这个功率会更高啊，因为它有11伏5安的 PPS。Type-C 一口一样的显示超快充电 2.0， 功率的话也是一样的啊。咱们手头上这一个三星是老款的三星，所以说它的功率的话显示不了多高。这个充电宝规格说明已经写了，它的总输出功率是5伏4安，所以说这个多口功率分配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测试它了。我们现在进入耗电测试，现在是满电的情况，看它满电的情况能够充几部手机。这部米家的手机还有 15% 的电量，我们采集数据。这个小米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前面30分钟27到28瓦的功率一直持续的在充电，充到 90% 的时间是42分钟时间。这个充电速度的话也算是可以的啊，90%以后就进入涓流充电。一般这种便携式充电宝的话，充到 90% 就行了。充完这个小米还有69的电量，我们再拿一个手机来充电。这一部手机是苹果13，目前还有 5% 的电量，我们把这个手机充到 80% 就可以了。我们采集它的充电数据，
这个苹果手机已经充到81个电了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非常标准的苹果20瓦充电的一个曲线图啊。前面7分钟起始功率是9瓦左右的功率，然后涨到15瓦左右的功率，一共充了25分钟时间，然后再降功率，降到10瓦的功率，充了8分钟时间，然后再降到6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几分钟就充到80%，然后降为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。一般苹果手机我都只建议充到80%就可以了。充完这一部苹果手机还有51个电量，我们再来一部手机来进行充电。这一部手机是蓝厂的 Z9 Travel， 这个手机的电池大啊，6000毫安的，目前的电量还有24%，我们直接采集数据。这个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非常典型的一个融合快充的一个曲线图。起始功率是24瓦，充到90%的功率是27瓦多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。由于这个电池是6000毫安的啊，它不是5000毫安的电池，所以说充电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点。整个充满时间是1小时03分钟，也算是很不错的了。3部手机的电池总容量大概都是13000毫安左右了。充满3部手机以后，这里面还有10%的余电，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去转换它的效率了。但是这个容量的话，这3部手机都顺利的充满了，可想而知啊，这个能量还是非常足的。这个颜值很不错的黑鲨55瓦自带线充电宝，它的文波表现会怎么样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这一个自带线口和这2个充电口，我们都要把它全部的测试给大家看一遍，这也是各位老铁们最在意的一个数据。首先我们来测试这一个自带线的充电口，它的文波的情况。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8.8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6.7 毫伏左右，个位数的文波啊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1.6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21.6 毫伏左右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4.6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14.5 毫伏左右。15伏3安4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0.1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20毫伏左右。20伏 2.25 安，也就是45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9.4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26.9 毫伏左右，没有超过50毫伏，这个文波表现也是非常极品的。现在我们来测试这一个 Type-C 口它的文波的情况。5伏3安15瓦功率，一样的啊，也是个位数的文波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9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6.6 毫伏左右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9.8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25.1 毫伏左右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7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17.4 毫伏左右。15伏3安4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9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25.1 毫伏。20伏 2.25 安也是4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1.6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32.3 毫伏左右。这个 Type-C 口的文波跟自带线口的文波一样的，表现都是非常极品的。我们现在来测试 A 口的文波。5伏3安15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9.6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6.5 毫伏左右，又是一个个位数的文波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8.3 毫伏，平均文波26毫伏左右。12伏 2.5 安30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5.6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15毫伏左右。各位老铁们，这样极品文波你们喜不喜欢？这个黑鲨55瓦自带线充电宝，我把真实的数据全部都测试出来了。这个充电宝实标12000毫安，不虚标。实际满电情况下，充满2部安卓手机，还有1部苹果手机，不在话下。最亮眼的数据就是这个充电宝的文波控制，每个充电口都是50毫伏以下，甚至在5伏档位还出现了个位数的文波，也是很难得的。还有就是赛博风格的个性的外观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。不知道这个充电宝是不是你们的菜？我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充电宝所有的数据都测试出来，给老铁们作为一个参考。喜欢我视频的铁铁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，走起来！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